接下来，在这个单元中要介绍的感应器是这一块，大家可以猜猜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应器？不过，就算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也已经用过了这项技术。答案是，这是一块 RFID 读写器。RFID 的全名是无线射频身份识别系统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感应卡、感应式 IC 卡或非接触式卡。这样的技术其实是针对于接触式系统的缺点改良而来的。那它利用了射频讯号，以无线的方式传送以及接收数据资料。因此 ，RFID 卡不需要与读写机接触即可做资料的交换。同时，它可以利用射频讯号来做无线传能，因此卡片本身不需要加装电池就可以永久的使用。当然 ，RFID 读写装置有非常多种，而这次我们会用到的是 RC522这块 RFID 的读写器。大家可以在读写器上方的晶片字样上面可以看到 RC522的字样。而 RC52主要是操作在 13.56 MHz 的无线电频率之上来进行识别。这块 RC52同时支援了读取以及写入的功能，所以它非常适合拿来做各种不同的资料的传输应用。那目前市面上所贩售的 Arduino 套件里面的 RFID 模组多半是 MyFair 规格。MyFair 是恩智浦半导体公司所推出的非接触型 IC 卡，也就是它的外表上面并没有金属接点的卡片，在市场上获得了广泛的采用。像是停车场的感应币、现金卡、台湾所使用的悠游卡以及员工识别证等，都是它的应用范围。MyFair 卡有很多不同的系列，譬如说 MyFair Classic、MyFair Ultralight 以及 MyFair Pro， 主要的差别都在于资料安全的加密和验证的等级不同而已。同时 ，MyFair 卡也内建了 EEPROM， 也就是电子抹除式可复写唯读记忆体。它是一种可以透过电子方式多次复写的半导体储存装置。所以可以用特定的电压来抹除晶片上的资讯，以及写入新的资料。所以应用程式可以对它写入、读取数据。譬如说，日常生活里面的应用就包含了，譬如说我去停车的时候，停车票卡里面就记录了车主的停车，还有取车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yFair 装置的整个概略图。那它的卡片是属于一种被动式的，并没有内建电源的，所以卡片所需要的电力来自于读写器的电磁场。在启动了 RFID 的读写器之后，读写器的天线将不停地发送电磁波，而每当卡片进入到电磁场之后，卡片内部的线圈还有电路将和这个电磁场产生共振，进而获得电能。这样卡片就可以把它所储存的资料和读写器做沟通和交换。以上这就是 RFID 的运作原理。接着，我们依照感应的距离，非接触式的 IC 卡又分为了紧耦合型 （close coupled）， 也就是紧贴型。它必须要紧贴着读写器。接近型 proximity， 它需要接近读写器10公分以内，以及邻近型 vicinity， 需要接近读写器50公分以内3种类型。而 MyFair 是属于接近型，需要感应的距离在10公分以内。而在 MyFair 的整个系统里面，它的卡片简称为叫做 PICC Proximity IC Card， 接近型 IC 卡。它对应到的读写器则简称为 PCD Proximity Coupling Device， 接近型耦合器。另外一方面，在特定的 RFID 的应用情境之下，
卡片的尺寸大小就有固定的标准，像是信用卡、金融卡。那么这一类的卡片长、宽、厚都必须要遵循国际 ID1 的标准，也就是8.56公分乘上5.39公分乘上0.76厘米。而目前并没有适当的技术把电池塞进这么薄的卡片里面，所以非接触型的卡片，那么只能采取无线供电的方案了。当卡片被电磁能启动之后，它就会等待接收与回应来自于 MyFair 读写器的命令。那微控器和 MyFair 读写器之间采取的是 TTL 数位讯号传递资料，也就是用电波传递的数位讯号。因此，数位讯号必须要加上载波进行调变，而 MyFair 的载波采用的频率是 13.56 MHz， 而数位讯号在调变为电波之前，它会从读写器发送的讯号采用米勒编码，而卡片的发出的讯息则会经过曼彻斯特编码。读写器在操作卡片的时候都会经过3次的双向认证，互相的验证使用的合法性，而且通讯过程中所有的数据都经过加密，以确保资料的安全。RC522的读写器和我们之前学过的其他的感测器比起来，角位比较多。它一共有8个角位，分别对应到不同的讯号。首先是 VCC 电源讯号角位，它一样的要接到 3.3 伏的电压源。第二个是 RST Reset 角位，它是用来重置讯号的角位，用来控制什么时候我必须要重置读写器来准备读取下一张的 RFID 卡。GND 角位则是接地讯号角位，直接连接到阿米巴的板上的接地角位。接下来 MISO 与 MOSI 角位则是一组的，他们负责了主机及其他周边资料的沟通。MISO 是周边传输资料给主机的通路，而 MOSI 是主机传送资料给周边的通路。接下来是 SCK 角位，负责控制读取的时脉，让读取的动作可以顺利的进行。NSS 角位是晶片选择角位，会在初始化感测器的时候使用。最后是 IRQ 中断角位，负责控制程式的外部中断。不过如果没有用到的话，也可以不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RC522读写器的接角如何与阿米巴板来做连接。由于我们会使用已经写好的程式函式库以及范例程式，所以接角的部分，请大家务必的确认一定要接对。首先，先请大家把 VCC 接到阿米巴板上面的 3.3 伏的电源供应角位，再来把 RST 接到了 D9 的角位来进行控制。GND 的角位一样接到阿米巴板上面接地 GND 的角位。然后 MOSI 跟 MISO 角位分别接到 D11 与 D12 来进行资料的传输。MOSI 接到 D11， MISO 接到 D12。跟大家再确认一次。那 SCK 的部分呢，请大家接到了 D13 的角位上面。NSS 则是接到 D0 的角位。最后 IRQ 接到 D2 的角位上。这样以上就完成了我们8个角位的连接方式。不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不同厂商所制造出来的 RC522读写板在角位的顺序和命名上面可能有稍微的不同，所以请大家在接角之前，大家在接线之前要看清楚，最后以你手上的读写板上面的角位名称来进行连接。在完成了所有的连接连接角位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实验操作咯。